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外皮酥脆，里面如冰淇淋一般细腻顺滑的甜点——酥皮泡芙。我们先来制作泡芙上面酥皮的部分。无盐黄油室温软化到能够轻易用刮刀推开的程度，加入糖粉，用刮刀拌匀到糖粉都被黄油吸收。筛入低筋面粉，用刮刀压拌至低筋面粉全部被吸收，没有干粉颗粒就可以了。把拌好的酥皮面团放到保鲜膜上，卷成一个卷儿，直径大概4厘米，长度9厘米左右。我这里刚好有一个直径4厘米的瓶盖，可以用它来对比一下面团的粗细。细了就从两头往里挤一挤，给它滚均匀滚圆，然后拿到冰箱冷冻定型。接下来我们来制作泡芙皮的部分。提前将低筋面粉过筛好，因为我们一会儿要趁液体沸腾的时候一次性全部加进去。在小奶锅中加入牛奶、无盐黄油、糖和一点点盐，小火加热，用刮刀搅拌帮助黄油融化。加热到黄油融化、牛奶沸腾的时候，关火，把锅从炉灶上拿下来，迅速倒入筛好的低筋面粉，然后用刮刀迅速搅拌，让面粉被充分烫熟。倒面粉的动作一定要关火，把锅子拿下来操作，以免面粉遇到明火发生危险。将面团拌至看不见干粉颗粒就可以了。拿回到炉灶上，小火加热，用刮刀不断地把面团拨散开来，进行翻炒。这一步是为了让面粉充分糊化，这样它后面才能吸收足够的蛋液，才能在烤箱里充分膨胀。全程小火不断翻炒，直到看到锅底形成一层白色的膜就可以了。如果使用不粘锅是看不到这层膜的。如果你用不粘锅，小火炒大概1分30秒左右，面团不要炒过度了。炒好的面团盛到碗中，把面团拨散开来，方便它快速散热。冷却到面团稍微温热但不烫手就可以了。面团太热会把蛋烫熟，而太冷会不利于加鸡蛋后的乳化。这时候我们可以提前把烤箱预热到190摄氏度，感受一下面糊温度，稍微温热但不烫手就可以了。将2颗鸡蛋打散，鸡蛋最好要恢复到室温，这样有利于与面糊进行乳化反应，混合均匀。将鸡蛋少量多次地加入到面团中，用刮刀把鸡蛋搅拌至完全被吸收。注意，我们这里的鸡蛋不一定要完全加完，后面我们会根据状态来判断加多少鸡蛋。用刮刀这样切拌，方便鸡蛋快速被吸收。然后再一点一点地加，每次拌匀之后再加下一次。现在我用刮刀提起面糊，它是一坨，很粘稠，不会掉落，说明还需要继续加蛋液。泡芙主要靠鸡蛋受热后产生水蒸气，从而让它膨胀。如果鸡蛋液加的不够，泡芙就长不大；而如果加的太多，它本身的面粉组织支撑不起那么大的体积，就会塌掉。越到后来，鸡蛋越要每次少量的添加。现在我提起刮刀，面糊能够呈现一个倒三角，不过边缘还不是特别光滑，再加一点点调整一下。现在再来看，多余的面糊自动掉落之后，留在刮刀上的面糊呈现一个倒三角，它不会掉落，长度4到5厘米左右，边缘也比较光滑。达到这样的状态，我们的面糊就可以了。最后我还剩了一点鸡蛋液，将裱花袋前面剪一个1厘米左右的小口，套在一个杯子上，然后将泡芙面糊装进去。我用一点面粉兑了一点水，做成了个浆糊，然后用我刚才的那个4厘米的瓶盖稍微蘸一点浆糊，印在放在烤盘上的烘焙纸上，这样就有了直径4厘米的标准化的参考。每个小圈之间要留充分的距离，泡芙会膨胀的比较多。将面糊挤在印好的圈内，裱花嘴要与烘焙纸之间留一定的距离，这样挤出来才饱满。挤面糊尽量一气呵成，不然泡芙容易东倒西歪的膨胀。将冻好的酥皮切成厚度为2到3毫米的薄片，如果切的时候会碎掉，说明冻得太硬了，可以室温回温一会儿，或者用微波炉加热5秒钟。将切好的小圆片放在挤好的泡芙上，用手轻轻按一下，让它摆平，不要歪掉。将烤盘放到烤箱中层，先190度烤15分钟，让泡芙在高温下快速膨胀。如果烤箱可以单独设置上下火，把下火调低10度，以免底部糊掉。如果不能单独调节，
可以把烤盘稍微往上面的烤架放一放，离底火远一点。烤泡芙的过程中不要开烤箱门，否则泡芙会塌掉。将烤箱调低到175摄氏度，再烤10分钟。这个期间主要是让泡芙定型和上色。最后再将烤箱调至150度，烤10到13分钟。这时可以将烤箱门开一个小缝，帮助它降温到150度。最好能够有烤箱温度计来帮助你监测烤箱内的温度。到达150度时，就可以把烤箱门关回去了。这个过程主要是烤干泡芙里面的水分，同时不要让它继续再上色。具体的烤制时间和温度还需要根据自己的烤箱进行磨合。泡芙出炉后，表面摸上去是干的、脆的，底部不会出现凹陷。如果凹陷，可能是底火过高或过低导致的。将烤好的泡芙转移到网架上晾凉。这期间我们来制作香草卡士达奶油馅儿。内馅儿也可以提前制作好，2颗鸡蛋黄，加入糖，用单抽打到糖基本溶解，蛋糊颜色变浅变浓稠，稍微有纹路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筛入玉米淀粉，搅拌到没有干粉颗粒。小奶锅中加入牛奶，将香草荚从中间切开，用刀背刮出里面的籽，加入到牛奶中。香草荚也可以用香草精替代。豆荚也放到牛奶中，用小火加热。当牛奶出现微沸的时候，马上关火，不要让牛奶完全沸腾，不然容易结奶皮。捞出香草荚，将牛奶缓缓地倒入刚才打好的蛋糊中，一边倒一边用打蛋器快速地搅拌。开始一定要慢慢的少量添加，并且快速搅拌，否则牛奶会把蛋黄糊烫成蛋花汤。后面温度上来了，就可以快速的添加了。搅匀之后，将牛奶倒回到小奶锅中，小火加热，用刮刀不断的搅拌，并且要注意搅到锅子底部和边缘的部分，不然容易变成蛋花汤哦。它从液体变浓稠就是一瞬间的事儿。当看到它变成这种浓稠的酱时，就可以关火了。这时加入无盐黄油，搅拌到黄油融化。黄油除了增加香气之外，还有给卡士达酱降温的作用。将煮好的卡士达酱装到一个平盘子中，这样可以帮助它快速的散热降温。用保鲜膜贴面盖好，贴面可以防止它结皮和有水汽产生。然后拿到冰箱去冷藏，直到彻底冷却。等卡士达酱冷却好后，我们来打发奶油。用打蛋器中速打发，到这种表面出现一点纹路，但是还有流动性的状态就可以了。卡士达酱一定要彻底冷却，再与奶油混匀，不然会把奶油烫化掉。稍微搅拌一下，然后加入到打好的奶油中拌匀。可以用这种切拌的手法，快速把卡士达酱打散，就会比较容易与奶油融合了。拌到质地均匀就可以了。在泡芙底部用筷子或者裱花嘴戳一个洞，然后用裱花袋将做好的卡士达奶油馅打进去。当你感觉到整个泡芙都沉甸甸的时候，就说明里面已经充分的填满馅了。我们切开来看一下，用卡士达奶油馅会比用纯奶油口感更好，很像冰淇淋的口感，搭配酥脆的外皮，完全不会腻。填了馅的泡芙要尽快食用，因为泡芙皮会吸收内馅的水分，时间长就不脆了。如果不是马上吃，可以先不要打馅儿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帮它点赞、投币、转发、收藏，同时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哦。我是一小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